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自古以来，人们都在不断地追求长寿，尤其是古代位高权重的人，甚至为了长寿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。可见，长寿是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。但事实上，长寿却是不可捉摸的。不过可以通过一些正确的养生方法，或者正确的行为习惯，一些健康的运动，降低疾病的发生几率，借机延长寿命。哪些运动对普通人群的健康最有益，最能降低死亡率，最能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？快来一起看看。第3名，室内健身，降低全因死亡率 27%。 常见项目有氧体操、舞蹈、瑜伽等。有氧运动好处在进行室内有氧运动时，人体吸收的氧气与需求基本持平，起到锻炼心肺功能、提高血管功能、减肥的作用，帮助改善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约 36%。如果能达到推荐的运动量，能够降低约 27% 的全因死亡率。推荐运动量最好每天进行30分钟到1小时的室内有氧运动，每周额外进行150分钟的力量抗阻训练。注意，室内有氧运动强度较小，想达到最佳效果，需保持中度强度，也就是运动时心跳呼吸稍微有加快，但还可以勉强说话交流的速度。第2名，游泳，降低全因死亡率 28%。 常见游泳、蛙泳、仰泳、自由泳等。好处，游泳在锻炼全身肌肉的同时，可以帮助改善全身血液循环和增强心肺功能，预防老年人患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，延缓呼吸器官功能的减退，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约 41%。 如果能达到推荐的运动量，能够降低 28% 的全因死亡率，并且人体在水下时，脊柱、关节、膝关节的压力较小，更不容易受伤。推荐运动量，游泳属于中强度有氧运动，建议每次游泳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，每周游泳3到5次。对于游泳来说，蛙泳和仰泳、自由泳适合人群并不相同。在游泳时，需要结合自身的身体状况，比如是否有膝关节疾病或者腰部疾病，然后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泳姿。第1名，挥拍运动，降低全因死亡率 47%。 常见项目羽毛球、乒乓球、网球等。好处，挥拍类运动往往都需要调动身体多个肌肉群，眼睛看着球来进行手腕的协调，同时在击球一刹那会有个相对的爆发力发出。它强调了协调性、柔韧性，同时要有一定的耐力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来提高肌肉、骨骼的力量，提高心肺功能以及协调性，可以让人的注意力更集中，使大脑处于活跃状态，起到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及保护心血管的作用。对比那些没有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，进行了挥拍运动的人，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约 56%。 如果能够达到推荐的运动量，能够降低约 47% 的全因死亡率。网球属于高强度有氧运动，建议每周进行1到2小时的运动。乒乓球属于中强度有氧运动，建议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的运动。中老年朋友进行挥拍运动时，要考虑自身条件，比如膝关节是否有原发病或者伤病。像羽毛球对身体素质要求一般较高，场地大，速度快。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羽毛球的时候要慎重，
而乒乓球的运动量没那么大，场地小一些。挥拍运动主要强调的是双方对打，还是需要两个人的参与，这样从娱乐性与参与度对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。如果说你实在没有时间做上述的运动，那么最普通的走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死亡率。走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世界上最好的运动，不少国家的心脏学会和专家都鼎力推荐，目前也成为全球最流行的保健运动。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，走路是世界上最佳运动之一，既简单，健身效果又好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什么时候开始这项运动都不晚。俗话说，每天走一走，活到99。近日张院士也分享了自己坚持走路10年的养生习惯。张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说道，为了健康，他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天坚持走路7000到8000步。这个习惯也已经坚持了20年之久。他指出，走路是对老人最好的运动。他建议老年人每天最好能坚持走路，积累6000到7000步。如何才能越走越长寿？研究表明，每天走路步数在1万步以上的人群，可以降低发生肿瘤、心血管意外以及全员死亡的风险。2，在此基础上，日常步行强度步数于每分钟，步数基数更高的人群及步行速度更快的人群，可以进一步降低发生肿瘤、心血管意外以及全员死亡的风险。3，相较于每日步数，步行强度、步数与发生肿瘤、心血管意外及全员死亡方面的健康，或亦表现出更强的关联性。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，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采用更快的步数走路。健身走3要素：步幅、步数、步态。健身走的步幅要比正常走路的步大出半个脚掌即可。步数每秒走2到3步，每分钟120步到140步左右，这样有助于提高心率，激活心肺功能。步态要轻盈，落地时膝盖微屈，脚后跟到脚尖过渡要顺畅，同时身体重心要迅速跟随。移动过程中，我们要调整呼吸，上身挺直，双手自然摆臂。在健身走的过程中，感到呼吸急促，身上微微发寒时，保持这个感觉20分钟到30分钟以上，才能对心肺起到作用。运动虽好，方式不对反伤身。运动损伤的3大原因：热身不够、场地因素、疲劳训练。1，热身无论做什么运动，首先都要进行热身。特别是挥拍运动、有氧这种全身肌肉协调运动，一定要提前进行热身，可以做踢腿、拉伸等运动，然后循序渐进的进行运动，才不容易受伤。2，场地因素，运动时要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，穿戴合适的运动装备，比如运动衣、运动鞋等，并且灯光、气温都要多加注意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寒冷的气温可能使全身的关节、肌肉发生僵硬，容易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损伤。3，训练强度，无论做什么运动，一定不要疲累训练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平时没有时间锻炼，所以到了周末一运动就2-3个小时，运动时间比较集中，这样的运动方式是不对的。建议将运动分到各个阶段，每次时间不要太长，这样才不易疲劳。无论什么样的运动，运动完了之后，膝关节疼痛持续超过2个小时，就说明运动过量了，需要减少运动量。大家要根据自身的年龄来调整运动量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
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